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逆龄研究所。在前2期视频里，我们已经知道了发酵食品是抗炎、改善肠道，甚至预防心脏病的超级食物。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看完后还是很迷茫，我知道它好，但我该吃多少才够呢？超市里那么多泡菜、酸奶，怎么挑才不会买到全是糖和添加剂的假货？还有，有的发酵食品又酸又臭，我实在下不了口怎么办？别担心。今天这期视频是我们将理论转化为行动的终极实操篇。我将为你拆解 Tim Spector 教授最核心的每日3份黄金法则，教你如何在超市一眼识别真假发酵。最后还要教你2个连小学生都能做成功的家庭自制发酵食谱，包括那个听起来很黑暗但好吃到爆的蜂蜜发酵大蒜。看完这期视频，你将拥有开启逆龄饮食所需的一切工具。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来解决第一个问题：吃多少？Tim Spector 教授给出的建议非常明确，我们要争取每天吃3份发酵食品。听到3份，你是不是觉得压力很大？天啊，我要吃3顿泡菜吗？完全不用。Tim 教授分享了一个懒人早餐作弊法，让你还没出门就轻松完成任务。听好了，这个公式是全脂酸奶加开菲尔加水果等于2份。是的，你没听错。酸奶算1份，混进去的开菲尔算第2份。如果你觉得开菲尔太酸，混合在酸奶里，再加点浆果，味道就非常完美了。仅仅是一顿早餐，你已经完成了全天任务的2/3。那剩下的1份怎么办？太简单了。午餐的三明治里加1片芝士，或者晚餐喝汤时加1勺味噌，又或者下午茶喝1瓶康普茶 kombucha。看，不需要强迫自己吃难吃的东西，每日3份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容易得多。既然要买，我们就要买对。超市里其实藏着很多伪装者，很多人以为只要是酸的蔬菜就是发酵食品。错。Tim 教授特意强调，我们要区分发酵 fermenting 和腌制 pickling。拿起1瓶酸黄瓜或者泡菜，看配料表。如果配料表里有醋 vinegar， 尤其是主要成分是醋，那它大概率只是把蔬菜泡在了醋酸里，这叫腌制。虽然味道不错，但它没有那种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复杂健康益处。真正的发酵食品，配料表里通常只有蔬菜、水、盐，也许还有些香料。是盐让蔬菜里的水分析出，创造环境让微生物自己产生酸，而不是人为添加醋。另外，这里有几个你可能忽略的宝藏发酵食物。第一，奶油奶酪 cream cheese。是的，就连超市常见的 Philadelphia 奶油奶酪，其实也含有微生物，算作1份发酵食品。第二，味噌酱 miso paste， 把它当作更健康、更鲜美的浓汤宝。做菜煮汤放1勺，既提鲜又健康，完全可以扔掉家里的味精和鸡精了。第三，切达奶酪 cheddar。不用非买很贵的，只要不是那种给孩子吃的深加工塑料奶酪片，普通的切达芝士都是很好的发酵来源。我知道还有一部分观众会说，我是中国胃，实在吃不惯希腊酸奶或者很酸的德国酸菜，韩式泡菜又太辣，怎么办？Tim 教授有一个绝招，他用这个方法成功让很多原本抗拒发酵食品的人变成了狂热粉。这个绝招叫奶油奶酪缓冲法。拿1片烤吐司，涂上1层厚厚的奶油奶酪，然后把少量的韩式泡菜 kimchi 切碎，混合在奶酪里。奶酪的奶香味和油脂会完美中和掉泡菜的酸味和辣味，只留下鲜味。相信我，试1次你就会爱上。这是一个循序渐进训练味蕾的过程，慢慢你就能接受更浓郁的发酵风味了。最后，如果你想省钱，或者想体验发酵的乐趣， Tim 教授推荐了2个最简单、最不容易翻车的入门食谱。第一个食谱，蜂蜜发酵大蒜 honey garlic。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黑暗料理？但它其实是入门神作。做法非常简单，找一个干净的玻璃罐，包10到12瓣大蒜，放进去，倒进去生的未经过巴氏杀菌的蜂蜜 raw honey， 没过大蒜，盖上盖子，放在室温下。就这样，几天后你会发现蜂蜜开始冒泡，那是微生物醒过来了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大蒜的辛辣味会消失，变得软糯，蜂蜜会变得鲜美。你可以直接吃，或者用这个蜂蜜制作沙拉酱，味道简直绝了。连主持人 Jonathan 尝了，都说好。第二个食谱，基础酸菜 sauerkraut。 这个更便宜，只要1颗卷心菜。做法是，把卷心菜切碎。关键点来了，称重。算出卷心菜重量的2%。
这就是你需要加的盐的分量。把盐撒进去，用手揉搓，直到卷心菜出水，塞进罐子里，压实，确保菜都被泡在水里。等上1周。那个2%的盐浓度是魔法数字，它能精准地创造出让乳酸菌生长的环境，同时抑制坏菌。自己做的酸菜，活性菌的数量是超市里的几百倍，而且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当然，如果你是进阶玩家，还可以尝试康普茶 （Kombucha） 或者自制味噌，虽然它们看起来有点像外星生物，但那是发酵的高阶乐趣。好，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期视频的重点。第一，每日3份，早餐酸奶加开菲尔就能搞定大半。第二，看配料表，选盐加水的，避开只有醋的。第三，零失败 DIY， 今晚就试试蜂蜜泡大蒜。朋友们，这个关于发酵食品的系列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。从第1期的抗盐奇迹，到第2期的死菌真相，再到今天的实操指南。我希望这3期视频能帮你打开一扇通往健康的新大门。不要被微生物这个词吓倒，我们人类的老祖宗世世代代都是和这些微生物共存的。找回这些古老的智慧，可能是我们在现代社会对抗慢性病、保持年轻活力的最简单、最便宜的方法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或者你去试了那个蜂蜜大蒜，请一定在评论区告诉我味道如何。我是逆龄研究所，我们下期见。